小兰，新年快乐！小姨，新年快乐！五光十色的灯，照亮一些人的欢聚，一些人的奔波，一些人在异乡漂泊。橙子，我感觉我可能真是喜欢上尤丽了。可能？你自己心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还是你觉得你是同情的？确实是有点同情，哎，也不完全是同情，更像是敬佩。敬佩？哎，这个词儿可能不是特别准确，我就是觉得他太难了。你看他这么难，然后他还能保持良知，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奋斗，我觉得很厉害啊。那换作是我可能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家小伟还真是情窦初开了。我当初刚见到小兰的时候，也是这种感觉。倒是希望我跟尤丽也能像你和小兰姐一样，能有个好结果。小伟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小兰最近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？没有啊，还是那么美丽能干。我总觉得不对劲，她好像有很多心事，又好像很着急，想要拼命抓住时间。有时候呢，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反应慢，很多事儿都跟忘了一样。但她一直在掩饰，我也不好意思多问。我感觉啊，你就是想多了。那本来小兰姐就是贵人多忘事儿，说她那么多事记不住很正常啊。而且那时不我待，那必须得抓住时间呀。尤其是你更得抓住，你得抓住小兰姐，赶紧把证领了当姐夫。好，遵命。夏同志，你跟大少爷是商业合作伙伴，我是他顾问。啊。我今天看你和杜家二少爷在一起。是的，我现在是他的特助。没想到再见面时，我们已经是两个阵营了吗？夏同志，我知道这样有点失礼，但是您能让二少爷赢吗？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要报仇。其实那天在火车上遇到你们的时候，我刚从我前夫家里逃出来，他为了跟我离婚娶别的女人，骗光了我所有的家产，哄着我把孩子打掉。那是个5个月已经成型的孩子，甚至在我坐小月子的时候，他连一口饭都不给我吃，这不就是要把我逼死吗？我只好身无分文地逃上了火车，遇到了你。如果不是你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我。夏同志，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子不好看，可是我真的恨。我要报仇，我需要钱。当初在火车上遇到你，就猜到了你有难以启齿的遭遇。我借给你钱，就是想要给你一些生活的希望。刚见到你的时候，我还挺替你高兴的，你现在比以前体面很多。但是没想到，你得到了这种体面，却失去了风骨。你说你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会失去什么呢？其实我早就猜到会是这样的答案。夏同志，如果我让你失望了，我很抱歉，那就不打扰了。这叶小琼这么惨，这么缺钱啊，不如直接收买他搞谍战。他是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但也不至于为了钱出卖灵魂。
这么欣赏他，不会因为同情他而给杜兆基放水吧？你再说这种话，我们就终止合作。这么敏感，我也没说什么。置业顾问的事帮我约好了吗？约好了，明天就可以见到了。行，再见。哎，去哪儿？等我啊！不回去吗？我得确保你的安全啊！这可是港岛，说不定真的有人要杀你。谁？夏子玉吗？你想见他？滚！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。哎，于奶奶，你还没睡啊？小兰还没回来呀？哦，她临时去港岛出差了，应该明天就能回来。您别担心了，早点休息。好，我答应你过去看一看，但是我只会实话实说。如果到时候说了你不满意的话，还要请你自己担着。我先给你做个交代，免得到时候场面难看哦。能请动巫先生去看一眼，已经很感谢了。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也肯定不敢贸然盖楼吧。那等地基建的差不多了，我再派人来港岛接你。好，送送你。留步。巫先生的事都谈好了，接下来就等秋爷喽。没想到你和夏小兰还有这种交情。对不起，二少，我没有骗你。昨天之前，我与他也仅有一面之缘，算不上熟人。昨天之后，就更不可能再有什么交情。你最好没骗我。想想，你能过上现在的生活，靠的是谁？应该站在哪一边？二少，我非常清楚。星星，如果让秋爷一起回圣城的话，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喂，小心一点啊！什么？走吧，秋叶不会跟我回去。安全过关之后，就没事了。这是，来都来了，我还是得回去帮你办孝子吧。谢了。
酒店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夏小兰来港岛了？是不是你在背后捣乱了？大少，我的脸如果一会儿淤青了，我该怎么向杜生解释呢？大少的事，杜生自然是知道的。他顺口一说，我顺便就知道了。最好是这样，不要让我知道你故意把夏小兰给引过来。你那么大反应干嘛呀？那么担心夏小兰的安危啊？可我怎么记得人家是有男朋友的？说起来，我还见过呢。闭嘴！你不会是故意让夏小兰看到你的吧？我就是想看看我这个堂妹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我想她了，不行吗？你那么担心干什么？我这张新脸，她不是也一点都没认出来吗？夏子玉，你就要给我安分守己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让你来，也能够怎么让你走。如果杜兆辉和夏小兰合作赢了比赛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把我交给夏小兰处置。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杜兆辉给的线索确实是真的。当初那个临时工，就是靠着走私船去的南洋，也就是说，是走私团伙，为了不让我们继续调查，所以杀人灭口。其实你早就猜到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其实想过，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查走私，那世凯可能也不会。但我后来想通了，人生没有如果，更没有回头路。那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就更要查清楚。最近的新闻你看了吧？警方抓到了一艘走私船，是盛城这边接应的，是柯一雄的人。柯一雄之前投靠了刘天全，刘天全背后是杜家，杜家，南洋，走私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之前是海员，常年在南洋跑船，要不找他试试？不行，这是公检法部门的事情，我们有纪律，绝不能让老百姓冒险。找到他了，他还活着。这是他的字，我不会认错。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20多年前，他被人算计了，被迫逃去港岛。我没事啊，更坏的结果我都想过了。有消息总比没消息强。真的吗？其实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犹豫，我不知道是真实的噩耗更好，还是虚妄的念想更好。原谅我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最后就把全部的事都告诉你。我要谢谢你，真的，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，各种波折我都经历过，别人没能尝过的苦难，也都过来了。我盼过，我念过，我等过，20多年了，在我心里，不知道演练过多少次。等到真的有了结果，这怎么，我反倒没心气了。小兰，你还年轻，趁着还能笑，还能哭，还能爱，还能痛，尽情去体验吧。我累了，我想歇会儿。记得走的时候把门给我带上。好，玉奶奶，休息吧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怎么样，于奶奶还好吗？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。估计于奶奶也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那个毛老师说明天要去江城。是，啊，妈，没事了，于奶奶有我们在，会好的。嗯，走吧。趁着还能笑，还能哭，还能爱，还能痛，尽情去体验吧。可是，爱的时候有多开心，离别的时候就有多痛苦。我不想经历，也不想让我爱的人经历，却又无能为力。我怎么不一定这个世界的闹钟啊？
于奶奶早。来得够早啊。哎，早。早。于奶奶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呢？你还好吗？昨天来律所，怎么也不进来？我看你跟江岩在讨论工作，就没进去打扰你们了。再说了，我心里还想着于奶奶的事儿。你看，于奶奶遭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都没倒下。我们应该向她学习，把日子过好。那些把我们困住的事情，都会解决的。是。但我们再磨蹭的话，就赶不上去江升的飞机了。走吧。行，我把门关上。好。走吧。不好意思，夏总。你怎么回事？紧张什么呀？我头回参加这种活动，有点激动，感觉随时擦肩而过的可能都是大师。毛老师就是这儿最大的大师，你都跟着他干活了，还怕什么呀？我不像夏总你是跟着苗红华先建筑系毕业的，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实在是没有底气。哎呀，毛老、宁老。哎呦，真是难得呀！您可是多年没有参加，就是和毛老师亲密的那个活动了。南毛北宁聂凡宁老师，是什么人把您给请动了呀？我听说您推荐了一个前进后辈，怎么，您这是亲自出马，为自己的高徒助阵来了吧？他呀叫夏小兰，是华清建筑系毕业的。小兰啊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宁延坟老师啊，是这次学会的主席。宁老师您好，我是夏小兰，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研讨会，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的。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！这么年轻，又是华清建筑系毕业的，毛老啊，咱们可要被后浪拍到沙滩上了。我们都老了，这么巧啊！我也是华清建筑系毕业的。怎么在学校的时候没有见过这位师妹？您哪一届的？我是80届。原来是80届的大师哥。师兄好，我是88届的。所以您没见过我很正常。88届，那现在在哪个设计院从事哪个项目呀？这肯定是深受毛老的抬爱呀，不然怎么会带你来这个研讨会呢？毛老，您这可是有点拔苗助长了吧？宁老啊，什么时候改的规矩啊？参加研讨会，不看作品，要论资排辈了呢。哎，我说。您是哪位啊？建筑协会的人吗？我老眼昏花了，没见过你他是江城设计院的副院长聂卫国。毛老，我没工夫听你说屁话，我要休息了。毛老，宁主席，那我们不打扰了。好，你们去办手续啊。好。哎呀，你小聂啊，你这是怎么说话的？好歹你也是个副院长，你好，走，你好，咱们走。是。我们夏总过于耀眼，实在惹人嫉妒啊。只想着踩别人，自己却不思进取。我看他呀，一辈子也只能看着别人耀眼。但那里毕竟是他的地盘。明天的研讨会。估计他招数早就想好了，怎么让你难看。不过我想，你肯定早准备了吧？本来这次参加研讨会就是为了拓展人脉，我一个新人，发现肯定没人重视。
正愁着怎么样才能吸引大家的目光呢。你真是时时刻刻都在这样的状态啊，但也别逼自己太狠了，也得放松放松。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啦，有毛老师推荐我，但毛老师能护得了我一时，也护不了我一世。人要赢，不能光靠运气，得靠自己。这场仗啊，我还是得自己打。好了，我要去备战。加油。好，拜拜。走，哎，老聂，哎，老邢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老邢，快坐，好。你这是坐火车过来还是坐经过？坐火车过来的。好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次的规模弄得不错，挺大的。是啊。你看这个人员配置，对吧？有不少人。就是啊。是啊，这个队看不是啊，你看这个人都不少。老聂，我们当前辈，点到为止，差不多得了。哎，老邢，咱们这个是全国性创作研讨会，对吧？那是不是那些没有任何资历的人，只要是有前辈的推荐就可以来参加呢？哎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，那些乡下修猪圈的阿猫阿狗什么的，是不是也可以自称为建筑师了？好了，开会。哎，来了。你在见当事人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那我先。啊，没事。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海员朋友。啊。周成，我跟你说过了。那个，您就是江检察官对吧？啊，我叫潘宝华，大家都喊我潘三哥。今天啊，是我自己要过来找您的。潘三哥你好。你好。我是圣城检察院的江岩。给您难难，时隔这么多年又坐到一起。是吗？毛老可好些年没有参加过业内活动啊。第6届现代建筑创作研讨会正式开始。重塑创作环境，繁荣建筑创作，纠正千篇一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邀请本次研讨会的主席宁艳凡老师发言，掌声有请。同志们，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欢聚一堂啊！宁老，我呢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先听一听？小聂，你有话要说啊？别着急，研讨会要开3天呢。宁老师，研讨会是要开3天，可是等到我发言的时候，这个会啊就开了一半了。我是觉得呢，我们在开会之前，是不是先应该确定一下参会者的资格？是不是至少应该有一个基础的单位？今天呢，有的参会者不但没有单位，而且也没有代表作，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论文都没有。那我们这个研讨会，是不是有点过于儿戏了呢？小聂，你说的单位、论文、资历等，并不是本次研讨会的硬性指标。本次会议的主旨就是探讨建筑新风格，打破陈规。只要他的专业水平够，我们就欢迎他和我们一起交流。我们很乐意给年轻后辈提供
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。应老师您好，聂副院长说的应该是我吧？聂副院长认为我是一个无职无权、没什么代表作的新人，就来参加研讨会，拉低了整个研讨会的水准。还认为毛老师推荐我来参会是徇私。哦，那你认为自己有参会的资格吗？说实话，我刚收到邀请函的时候，也确实有一些迟疑。我只不过是个建筑系刚毕业的学生，何德何能与在座诸位建筑系前辈们一起参与研讨？但是，我实在不愿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，于是就厚着脸皮来了。聂副院长质疑我的参会资格，我不生气。因为您是我同院同系的师兄，无论您做什么，都是对我的爱护吧。聂师兄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看毛老给你上报的作品是盛城海华酒店的装修设计方案。那好，你就上来讲一讲，让大家看一看，你是不是有资格被毛老推荐。林老，据我所知呢，这个海华酒店是毛康山老师的作品。我想，在座的各位同行也都有所耳闻吧？啊，当然，毛老呢想举荐自己的爱徒的迫切之心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，用自己的作品替爱徒撑门面，这是不是多少有些不妥呀？小聂的消息滞后了。海华酒店的确是我设计的，但那只是主体建筑，具体的装修配套被酒店的投资方给否定了。后来夏小兰接手了。我之所以举荐他来这次研讨会，主要是他的作品有个很亮眼的想法。王老，你说的亮眼的想法，就是无边际游泳池吧？那具体的让夏小兰自己谈谈。好，小夏。我是盛城远辉装饰的夏小兰，接下来由我对海华酒店的设计方案做一下简单的说明。天货，哟，他还成一个，哎呀，这么荒谬啊！这聂卫国就算想让他出丑，也太着急了吧？哎，你看这不错，这之前没见过。三哥，我很敬佩你的勇敢，但我的态度和立场始终不会变，我不同意。江检察官，你要不再……三哥，你别说了，周成，我先走了。盛城作为改革开放的对外窗口，担负着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要位置。而未来几年，盛城会快速发展，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。而海华酒店想要在这一众旅馆中脱颖而出，需要有一个噱头。我设计方案中所说的无边际泳池，就能使它成为盛城的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。虽然说是装修方案，但你看已经涉及到了整个建筑主体的改造，说到是建筑作品，也不为过呀。我知道。很多人对这个无边际游泳池觉得它是天方夜谭，但是呢，我们已经对这个设计方案进行了严格的数据推算和模型测试，证明这个方案是可以实现的。3000万的预算是个大工程啊！是啊，如果3000万的项目还不成作品，那我们也没有资格坐在这里了。以上呢就是我的所有设计理念，谢谢大家。
个效果图呢，跟实际施工是两回事。那么小夏师妹，也就是说，目前你这个设计还是纸上方案，还没有被采用，是吗？聂师兄对我的事真的是非常的细致关心啊。目前海华酒店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，最迟到明年底就可以正式对外营业。如果聂师兄还有疑问的话，不妨您到时候亲自来住几天，您提前跟我说，我看看能不能找个人给您拿个优惠价。谢谢。诸位暂停一下，大家对小夏同志的解答还都满意吗？满意。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案不是小夏设计的吗？不怀疑，不怀疑。这个设计方案有新颖，对我们很有启发。是啊，我觉得这个方案完全没有问题。小弟，你来说说，毛老推荐夏小兰参加研讨会，他有没有这个资格呀？宁老，从资历上来讲呢，小夏师妹是肯定不够资格的啊。不过，有毛老的亲自举荐，再加上小夏师妹拿出这么有新意的作品，她当然是有资格的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是我大获全胜啦！像他这种跳梁小丑，只会成为我成功路上的垫脚石。那再有2天就该回来了吧？怎么，一日不见如隔3秋啊？感觉最近的事情都发生得很匆忙，买地盖楼，运作金沙池，给于奶奶找到儿子，大起大落的。周律师怎么也开始伤春悲秋了呀？好啦，我过2天就回去了。哦，珍珠的生日也是后2天吧？正好叫上大伙一起聚一聚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去继续备战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我的这些不对劲，他又怎么可能感受不到呢？只是我该怎么告诉他？小兰，你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？阳光照在我身上，有时也想疯狂，决定了就勇敢向远方，有笑又有泪，有喜又有悲，可这是生活，不如这样向前走，不回头，即使少年壮志未酬，我们不曾放弃，路上彼此靠依就足够，就这样向前走，不回头，默契少年壮志未酬，未来不可思议，就足够。名师出高徒，哈哈，你这个脚下真不错啊！林老啊，亏了你呀，倡议这个研讨会。小夏师妹，第一次参加创业会就得到业内的认可，不错，恭喜你。那还得多谢聂师兄搭的这个戏台，这个人情我会记住的。再会。再会。
是否你那里春色正朦胧？颠倒了时间，四季也交错，命运像